但是他却不在了。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暗中保护你的安全，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只是，本来说好由他来告诉你，夏初牺牲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只能由我来告诉你了。哎，文老板，早。今天怎么这么早啊？帮我沏杯茶。哎，好的。我刚从老家带了新的明前茶，文老板，现在就给你沏啊。我娘头冻得快要死了，快帮我拿几副药回去救命。行。今天凌晨，中华共济会袭击了工人纠察队，军警马上开始抓人，我们也要跟着去，时间和地点都在上面。早晚都吃啊，问候老人家。先生，这是您的账单，请过目。好。你好，需要买点什么？我看看。我朋友。哦，那我去倒2杯茶。谢谢。蒋介石现在在抓共产党，你必须转移。开我的车，现在出场还来得及。那你呢？我还得去康宁诊所，还有大河纱厂同志那边的同志，他们也得转移。这2个地方正好是2个方向。你开车去大河纱厂，我去康宁诊所，这样才能争取更多时间。可他们不认识你，你们有紧急联络的暗号吗？一切小心。少华，哎，我有点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我先走一步，你试完旗袍就先自己回家吧。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忙完了找你。夏初刚刚跟诊所的同志接上头，穆子如就带着手下杀来了。为了掩护同志们的撤离，夏初牺牲了。这也是文之秋一直深深愧疚的原因。他觉得，如果他坚持让夏初撤离，或者让夏初去沙场，而他去诊所，那么夏初就不会牺牲，你也不会那么痛苦了。但我当年质问他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肯说。我们有我们的纪律，没有组织的同意，我们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就算背上了污名，也不能为自己解释或者辩驳。有的时候，就连生死都必须对家人保密。不过后来，我也猜出了真相，这也让我深感欣慰。你们终究还是心心相印。阿妹，你相信吗？我觉得知秋没有死，他还活着。我觉得有一天，我和他能再相见。革命者虽然牺牲了，但精神永远长存。是的，就像夏初一样，他牺牲了，但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活着。这是你的新身份，到了香港码头，会有我们的同志来跟你接头。抗日不仅仅是场军事战，更是经济战、货币战、物资战，其中也包括医疗物资。你此去香港，就是协助开办联合行，这是我们的交通站，更是我们的贸易行，为将来的医疗物资战做准备。好的。时间不早了，你该去码头了。阿美，再见。
我们胜利后见。你有時嚟香港啊？係啊，高先生，谢谢你。哎，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其实啊，夏元当年买走赤春堂，手段就很下作。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那就太没天理了。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才站出来的。当初我们家将赤春堂卖给夏元，虽说无奈吧，但也是出自自愿。楚小姐，您也知道，这守元药庄啊，一直只做圣药批发。民国5年，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100年历史的赤春堂啊，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与此同时，这关东帮和齐州帮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控价权，打了数年，难分高下。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他先让易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声誉。然后他又找人用调了包的真黄旗卖给你大哥。哟，这么早就送过来了？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把你大哥人赃并获，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由此，他便收服了杨三爷。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欠下了高利贷，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赤春堂转让给了守元药庄啊。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作。正是。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武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等该他出现的时候，他却失踪了。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戳穿了此事。也正因为如此，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忠啊。哎，这小武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他心中不忿，便卷了一笔钱逃了。唉，二妞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我该上船了。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哎，没什么打算。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着实累了。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万灵丹是保住了，却害得先生丢了差事，实在是抱歉。哎，你也不用过于愧疚。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师徒之义呀。当然，也舍不得那份俸禄。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是为什么呢？楚小姐，你也知道，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守元药庄的股东了。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守元药庄，
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我虽庸碌之辈，但是舍国家安危、民族大义，高某绝不会含糊。先生，受我一拜。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先生如我，将来还想出山，石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楚小，楚老板，咱们后会有期。告辞。那你先看看这个，我们的价格、账期、返点，全部都在里面，前所未有的优厚。你看，你只要看完了，我保证你开心。该你了，哎，哄我呀，嗯。我为什么要哄你啊？我一开始来了就跟您说了，我是来帮你的。田老板，我能够让你们田氏药号收入翻番，也能让你找到田氏药号曾经的荣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万灵丹呢，没有返点，也不降价，也没有什么账期。我们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合作共赢。大哥，刚才给你开出的那所有的条件，还可以再商量。哎呀，人家楚小姐可是让渡了万灵丹的权益给我的。玉书丸也可以，楚小姐足足让了1成呢。我们1成半。1成半呢？田老板，我看你不是想做生意，你只是想看我跟白小姐怎么互相厮杀。你说对了。想当初，你们用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呀，搞得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狼狈吧。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狗咬狗，我开心得很呢。我现在。你少华，你干什么你？以菊景堂的财力，我想，白小姐就算是亏本，也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合作条件，但是她绝对不会拿出这样的药效。你没事吧？没事。天下还真有这样的药。1成5，我选你。我绝不讲价。虽然你很讨人嫌，但是你不是个笨蛋。我相信你绝对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财富的那个合作伙伴，而不是最省钱的方案。还有，现在日本人这么欺辱我们，我不想内斗，所以我宁可自残，我也不和白小姐互相厮杀。我宁可退出这次合作，我也不会和白小姐打价格战的。田大少不仅答应了楚韶华所有的条件，还额外注资成为了韶华制药的股东。
是。楚少华这回算是在上海站稳脚跟了。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说说吧，这次输在哪儿？进门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了。虽然让田大少出了气，但也让他看清了我。你有没有想过，田大少的生气，也许是种谈判技巧？你的意思是，我把谈判的重点弄错了？而楚少华选对了方向。我觉得我这次输了，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御书丸的效果，真的不如万灵丹。不对，这跟药效没关系，是因为你不够狠。真正厉害的人，是对自己都下得去狠手的人。你看看楚少华，为了对付你，对自己下多大的狠手。亏得你当初还想让两种药在市场上共存。下次再跟楚少华较量，知道该怎么做了吧？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哈，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1成。1成？正是。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成。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怎么特殊呢？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计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我们至少要占6成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配方的事没法谈。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战时之需呀。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给出自己的生命。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一次。马委员，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您请说。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谢谢，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我尽快，再会。
韶华，我想，韶华，嫁给我吧。我们已经错过了整整3年，这3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但就算生离死别都没能将我们分开，那就别再犹豫，别再耽误了。韶华，嫁给我。夏初，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3年前，我为什么会突然失约？这就是为什么我3年前会突然失约。对不起，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没有陪在你身边。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我当初不敢面对。那现在呢？现在，我既然坐在这里，跟你提起曾经我根本就不敢碰触的往事，就证明我不仅能面对，我还放下了。韶华，你不仅让我爱慕，也让我敬佩。我也挺佩服自己的，但我也谢谢你和文之秋，是文之秋让我摆脱了内心的耻辱感，而你让我找回了我认为可能永远失去的东西。你再也不会失去了。你怎么来了？听大嫂说我娘今天找过你，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没事。对不起，没把家里人的工作做好，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那就好。其实，你娘吧，之前还挺认可我的。她总是让你大哥给我传话，说让我没事的时候去你家常坐坐。但是现在，我也理解她。可能我对她来说，是她最恨的人吧。那是因为，他只知道你作为大哥的生意伙伴非常能干，却不知道，作为儿媳妇的你，有多优秀。我娘的事情我来处理，你就不用操心了。那我总也得做点什么吧？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专心和我恋爱。我晚上8点之前都没事，要不我请你吃个饭？行，哎，我带你去见一个人。程辉，程辉，来，姐，哎，程辉，这是夏初。经常听李姐提起你，你好啊。你们要结婚了？对，以前每个周末都是我去看你，以后就是我和夏初一起去看你。但你这边一切都不变，照常生活，照常生存。夏先生，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请问，您家里是做什么的？我家里是经商的，
我本人是上海大学的老师，你每个月有多少薪水呢？每月160大洋。那可比我姐挣的少多了。是。陈辉，你干嘛呀？你在上海置业了吗？暂时没有。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大部分时间住学校宿舍，偶尔去我大哥家住。那你跟我姐结婚之后，打算住哪儿呢？学校为已婚的老师配有专门的宿舍，他也可以住我那儿。你身体如何？可有遗传病、传染病？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你以前结过婚吗？没有啊。有孩子吗？也没有。你确定？绝对确定。你都问完了？啊，没有了。那吃饭吧。姐，哎，我突然想吃烤红薯了，你就买一个，让我解解馋嘛。行，我去买。姓夏的，你给我听好了，就你这条件，根本配不上我姐。既然让我姐认了你，我也不说什么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对我姐好。你别看我年纪小，我10多年前就在江湖上混了。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我跟你玩命！陈慧，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有很多方面不如你姐，但唯一有一点我不输给她，那就是对她的爱。我和你姐经历了很多波折，才能走到今天，所以我很珍惜她，也很看重她的家人，我一定会对她好，让她从此以后只有幸福和开心，没有痛苦和悲伤。李姐回来了，赶快坐下。希望你说到做到。你们聊什么呢？再聊你们俩的姐弟情。吃吧。谢谢姐。哦，对了，姐，这个给你。公民95，国文96，体育99，算术92，数学100，英文62，品行8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英文总是没有进步。把你的试卷给我看看。陈辉，没关系啊，慢慢来。那么多单词，怎么背都背不完。其实背英语单词也是有诀窍的，就跟汉字有偏旁和部首一样，英语单词也是有结构的。比如这个 progress， 就是由 pro 和 gress 2部分组成。pro 的意思就是向前 ，gress 的意思就是步，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进步。还真是啊。布置怎么样？都好了。干嘛？会开枪吗？会。杀过人吗？今晚不需要用枪吧？备着，以备不时之需。一旦遇到危险情况，我就想办法打破窗户。四周我们都安排人了，你随便打破一片窗户，5秒内就会断电，后门会起火，然后你会听到枪声。然后电话就会响，里面就会说飓风公司被抢，需要支援。这时候王公馆一定会大乱的，我到时候想办法趁乱逃脱。或者我可以从前门冲进去救你。你一个人带着一把枪冲进去？送死啊！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啊！温之秋，你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吗？不知道。跟你死在一起。行了，差不多了，出发吧。
走了。有请柬吗？进去吧。楚小姐，例行检查。哎，我可是客人啊，不是犯人。楚小姐，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哼，难道王公馆历来都这么待客的？历来如此。哦，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打道回府吧。稍等一等，楚小姐，脾气依然还是这么大啊！你要是想请我吃饭的话，就要有个约会的样子，搞得跟坐牢一样，有什么情趣啊？我还不如回家自己吃面呢。不好意思，最近我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啊，不得不小心一点。王厅长，你既然这么胆小，那就不要再出来玩了，还不如回家陪你的太太、姨太太们打打牌，更安全，不是吗？哦，楚小姐，请。哦，怎么，不搜身也不搜包啊？为了楚小姐，我愿意破例。哎，你这……王厅长，你为我破例，我也让你放心。这完全可以看出来，啊，楚小姐没有带任何武器嘛。要不要再脱呀？不需要，绝不需要。来，请入席。这有半个时辰了吧？你说这饭是不是该吃完了？这可不一定。就应该陪他去的。志秋，很少看你这么紧张啊。啊？我这不是紧张，我是担心。楚小姐，今天的菜如何呀？食材都很新鲜，但就是做法略显老土。那今天的酒呢？酒也不菲，但是更适合官场应酬吧，和今晚的约会气氛完全不搭。看来楚小姐对餐饮很讲究啊。我对人更挑剔。楚小姐，尝尝这3盘菜。楚小姐，不知道这3盘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王厅长，就您这些钱，我1年自己就能挣回来。哈哈，也就是说，这点钱你根本没看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想让我嫁给您是没问题的，您呢也不用给我钱，没准儿我还可以带着我全部身家倒贴。哦，楚小姐真是奇女子啊！哎，但我也是有条件的。哦，请说。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对吧？所以呢，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呀？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我们生意人可是不信口头承诺的。
那你想如何？我要验资。好说，好说。夏老板，这时间还看账啊？有你担心就行了。楚小姐，请。怎么样？这些该能满足你了吧？哎，这就不用看了。为什么？因为这里头都是账本。那我可就更想看了。为啥？你可不知道，我最喜欢看账本了。负债多少，利润多少，赚了多少，亏了多少，未来走势，真实家底，那账本里可都是一目了然的。难道这些还不是我的家底吗？王厅长，这些东西再多，那都是死的，只有账本里的才是活钱，也只有活钱，那才能生钱，这才是你真正的身家。有道理。不过呀，我的这个账本啊，和别家的不大一样。怎么，您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我的账本啊，你如果看了，那这辈子就只能跟我了。这不是您正想要的吗？怎么样？你还算满意吗？哎，王厅长，您要是早认识我就好了。哼，要是我给您做这账啊，您去年的收入，我能再帮你翻一番。咋？你还有这本事？那你说为什么文氏大药房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在上海就能声名鹊起呀？那是因为半年前我加入了。哦，你的意思是，我当官，你来经商？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收起来吧。哎，楚小姐，你的条件我满足了，那这下一步得是你可以满足一下我的条件了啊！你别着急呀，我还有一个条件呢。你还有啥条？你说。你听好了啊！我要成为你唯一的合法妻子。啥？是唯一的。我不管你之前有多少大老婆小老婆，在我之前的你通通都给我遣散，在我之后你不能再纳妾了。这是啥狗屁条件嘛？不可能，绝不可能。那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的话，那咱们就免谈了。王厅长，我先告辞了啊。楚小姐，得寸进尺啊！我是给你脸了吧？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吗？你发现没有？我的耳环少了一个珍珠，还有5秒。啥？药效就要发作了，肌肉震颤，头晕乏力，下腹阵痛。你给我下药。今儿来之前呀，
我把几味毒药混成一起，制成了珍珠形状的耳环，就戴在了这个耳朵上。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所以呀，我呢想看看你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呀？你这个臭婆娘，竟然给我下毒了！不管是什么药，半个小时之内如果吃不到解药的话，王厅长，今儿就是你在世界上活着的最后一天。楚小姐，你现在把解药给我，现在给我拿出来，快点儿！好啊，你现在就放我走，半个小时之内，我保证把解药给你送到。来人呐！来人！搜这个臭婆娘的身，给我把解药送出来，快送！一帮傻子！哎，要是换做你们会把解药随身带着吗？赶紧找温之秋，给我送解药来！别瞎费功夫了，解药早被我妥善的藏了起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哪儿。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信。29分钟之后，咱俩黄泉路上见。你还有28分钟。还没动静。要干嘛？进去救人。你这么进去救人？不然怎么办呢？你这不是添乱吗？等不了了。夏老板，跟你说，我不管你了，但你要想清楚啊！你这么进去是救他还是害他？不是，你干嘛？再不出来，我冲进去了。没事吧？不是啊，文老板，你有点太沉不住气了吧？走吧。谁让人家是你未婚夫啊？陶大夫，你赶紧救救我，赶紧救救我呀！王厅长，我得知道您中了什么毒才能施救啊！这不管啥药，你给我吃上一点嘛！我怕我现在用错了药，您不是更危险吗？哎呦，他妈的！哎呀，几点了？还有多长时间？还有3分钟。3分钟？对，完了，我要死了！药咋还不来吗？来了，要来了！山楂是解药。厅长，还有个条。谢谢王先生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楚韶华，这。够味儿，够味儿。哎，嫁我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解散妻妾的事儿，你又办得怎么样了？哎呀，这个事情就不要想了。啊，你这一去，把人家都轰走，哪有这好事嘛？既然如此，那也行。这就对了嘛。你既然不愿意遣散妻妾，那咱俩结婚以后，我也要和文之秋继续勾搭。你敢？我杀了他！你愿意杀你就杀呗，反正你杀了一个文之秋，那还有一个文之冬、文之夏，这世界上的男人多得去了。哎，你杀得完吗？哎呀，
我连你也一起杀了去！哼！哎呀！哎呦，你对我干了什么？我就说你怎么想不明白呢？好端端一杯茶摆在面前你不喝，非要喝我这杯下了药的。你给我下了啥药啊？泻药。卫生间在那头。你这个傻女人！你给我等着！人呢？去哪儿了？这边，走。给我解药。没有解药，拉完就完了。哎呀，我就不信你！你看看你，又拔枪，总是这么逞凶斗狠的。哎，我到底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犯人？那你动不动还老给我下药啊？那还不是被你逼的吗？你要是好好待我的话，我也不至于如此。我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让我咋好好对你？那你倒是说说看，你陪我看过一场电影吗？请我吃过西餐吗？带我一起在雨中散过步吗？同我一起跳过舞吗？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嘛？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权，我甚至都不要你养活我。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希望你能跟我谈一场真正的、浪漫的、你侬我侬的恋爱而已。乱来！哎呦，这什么话呀，真难听！什么乱爱呀，恋爱！哎，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啊，不过我以前的女人们可从来都没有给我提过这样的要求啊。我要是和他们一样，你又何必大动干戈的来找我呢？那你说的这话倒是不假呀。那你考虑的怎么样啊？行，我就跟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乱爱，不，恋爱。那就是说，你同意把你那些妻妾都遣散了？哎呀，那有妻有妾的咋就不能谈恋爱了嘛？哎呦，你怎么听不明白呀？人家单身男女在一起才叫谈恋爱，你这有妇之夫跟我在一块儿，这乱勾搭我叫什么呀？哎呀，哎呦，快去吧，再晚一会儿就该拉裤兜子里了。哎，可来劲儿了，我得上毛子去。想好了没有啊？罢了。罢了是什么意思？是以后不再来烦我了，还是准备回去跟你那些太太姨太太摊牌呀？等我一回去，就把这伙人都打发了去。哟，那你要是真的能做到的话，王厅长，我一定陪你谈一场今生难忘的恋爱。楚小姐，我还想上一下毛子。哎呦，快去吧！哎呀！你干嘛呢？我回家。人呢？走了。走了。
你又对他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呀，是他自己吃错药了。家里怎么有味儿啊？你该去洗澡了。真的有味儿啊！王国栋的太太带着几位姨太太去了几家报社，呼冤喊惨，说她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被抛弃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你就是那一只狐狸精，是你逼他们走上绝路。你好，文氏大药房。哦，王厅长啊，我看到了，很满意。晚上7点，好，我一定会准时赴约的。嗯。欢迎楚小姐。楚小姐，王厅长在里面等你。王厅长，你这肚子可还好啊？很好，只不过我等你等得心烦意乱。您放心，我保证您的等待都是值得的。那最好，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哎，你看一看啊！来，你感受一下这个气氛，你看够不够浪漫呐？你看，我专门花了50个大洋，请了个洋人给我布置的。哟，那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破费了。嗨，那是个啥事情嘛？只要你满意，我花这点小钱，那就不是个啥事儿嘛。王厅长，外面好像有人。咱不管他，来继续。好像是您太太。哎呀，这帮臭婆娘，到报社里丢人就算了，哎，今天竟然跑到这儿瞎胡闹！把他们轰走，把他们给撵走！哎呀！出来！我这家里面干什么？你给我躲哪里啊？逃来！你们到底要干啥嘛？真是的！
楚经理，刚刚文老板打电话，说下午3点请您去理查餐厅的摩登厅，有要事相商。什么要事啊？关于公司发展的要事。我这正忙得不可开交呢。他人现在在哪儿啊？啊，不知道，今天一天都没看见他。但文老板打电话特意叮咛说，请您准时，但是也不用早去。好，知道了。准时还不让早去，事儿越来越多。你们那道具师傅的手艺啊，太厉害了，完全还原了我所有的想象。你一会儿就打算在这儿表白啊？是啊。你不觉得这儿稍微简单了点吗？你没想在这儿写点字儿，挂点彩？哎，麻烦啊，轻点，轻点，谢谢。哼，又不是发布会，写什么字啊？翡翠、钻石，准备了吗？这些他都不感兴趣。即便这些东西他不感兴趣，贵重的东西总要有一点吧。我送过他。那鲜花呢？你不会连一束玫瑰花都没有吧？那也打动不了他，我试过。行，那我想听你说说，你打算怎么打动他？就这些小房子。就这些小玩意儿啊，这可是我跟他2人的未来。你这些小道具啊，不如来点实在的。如果再加上我文氏大药房的5成股份啊，你的1半身家。文之秋，我还真没发现，你还是个实在人。这2个牌子怎么还没挂呀？我要等他一起挂。池春堂。石川堂，我知道这一直是他的梦想，我想在5年内替他达成。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未来要住的地方。房子都设计好了。那是我其实知道韶华一点的过去，也知道他其实没放下，所以就想告诉他，失去的我们可以一起找回来。谢谢你啊，文之秋。谢谢你对韶华这么用心，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有人宝贝韶华，心疼韶华。一会儿你要好好表现啊。韶华虽然非常的独立，但是有你在她身边，我还是很安心的。行，知道了。谢谢。试试看。韶华。
真的是你。是我。你还活着，我还活着，太好了。你一直以来都好。挺好的。你呢？我也好。那就好。你这位是？楚少华。你好，我是 Jackie， 周洁如，是夏初的女朋友。我说怎么迟到了？原来碰到朋友了。这二位是？啊，这位是夏初夏先生，周小姐。你就是夏初？你认识我？我见过你照片，在你大哥家。你是我大哥的朋友啊。这是文之秋，他是我的未婚夫。未婚夫。嗯。幸会。幸会。啊，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夏先生是我很久之前的朋友。对。我们是老朋友了。感觉跟你上次见面好像上辈子的事儿哈。那我和知秋还有一点事儿，那要不下次再聊？啊，这么久没见面，要不我们喝咖啡？你不是说跟我有什么事儿要聊吗？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啊。我们也该走了。走吧。你没事吧？没事。还是我们今天就别聊了。我没事呢，我很好，我没问题。你说的是什么未来打算？咱们开始吧。这就我们未来的文氏大药房。这是上海本店、广州、西安、北京、昆明。很好啊，很大，很漂亮。哎，那这两个呢？这个怎么没有挂牌子呀？这两个做错了，想说丢了可惜，先放这吧。完了。就这样，没了。就这样。那就这些，完全可以在办公室跟我说吗？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过来呢？你想我们那小小办公室，这几栋房子装得下？
所以你就要在上海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饭店租了这么一个最贵的展厅，摆这么多的模型，跟我去讲这些。是。我文氏大药房赚钱了，我想烧一把，行吗？可以。哎，还有，我怎么又成了你未婚夫了？因为刚才只有你在场，而且只有你最没可能。就这样。还有，如果以后我再见到他，你能不能继续假扮我的未婚夫？你们认识很久了。哎，我要去趟海员工会，你能送我一趟吗？行，走。对了，我不做你未婚夫了。为什么？没这必要。那如果你觉得别扭，我也不勉强你了。觉得别扭的是你吧？我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单身？还是你心里一直忘不掉的人就是他？文之秋，你今天来这，就是为了他吧？怎么看到他不跟他说话呢？你把我想的也太狭隘一点了吧？你什么都不知道。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这么有野心的人，要什么都这么明目张胆要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别扭？你再说，我就把你推到江里去。我对你很失望。哇，少华，这是我们的大厅。那个舞台我请了乐手，将来会有音乐的。你看这个吧台，这是我自己设计的，真不错。还有那面镜子，我特别的喜欢。2楼都是包间，我带你去看看。好啊。这楼上一共有7个包间，这是最大的一个。这灯漂亮吗？漂亮。这是我托朋友从法国买回来的。这桌布，意大利货。这里头啊，还有一个小包间呢，特别私密。二妞，这一看你就费了不少心思。不过这些东西应该很贵吧？还好啊，都是老穆出的钱，他是大股东。对了，我得再带你去个地方。走了。好。我跟所有人都打了招呼，这个露台以后只能我们2个来。这只属于我们2个。对。哎，那你以后还想拍电影吗？我肯定要演电影啊。虽然现在老穆对我好，但是未来谁能说得准呢？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太好了，你终于没被爱情冲昏头脑，吃了那么多苦，我得长长记性啊。你呢？我什么？真的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吗？一个人过一辈子，应该也还挺不错的。哼，多孤单呢。有事业，有事业就还不算太孤单。没错，有钱，不孤单。哎，二妞，那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挣钱以外，以后还做什么大事吗？比如呢？比如，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又看见他了。夏初，你还爱他吗？
如果爱他，就去找他。但可能他的心里已经没有我了。你不去问他，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收回外国租界！收回外国租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收回外国租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韶华姐，韶华姐，哎，阿妹，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啊，我们去南京路老闸捕房去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要不是一会儿去送药，我也想加入你们。你又捐钱又捐药的，对我们支持已经很大了。哎，那你们在那儿待多久啊？他们不放人，我们就不走。好，那等我忙完事，我去给你们送些吃的喝的去。好，那待会儿见啊。好。准备200人份的馒头，再来几锅热汤，送到南京路老闸捕房那边。回头我给你结账。这样吧，我准备400人份的，200算你的，另外200算我的。二妞，谢谢你啊。我也是中国人。今天千万不要出门。为什么啊？我刚刚得到消息，艾福生已经调了很多的持枪的巡捕，已经到了南京路的老闸捕房，而且所有的印度巡捕都已经拿到了开枪的许可，这是要出大事啊！天哪！今天街上肯定会乱，千万不要出门啊！今天不要开门了，一定啊！我知道了。韶华，哎，韶华，你去哪？打倒帝国主义！政府，这回不是帝国主义向我们开枪了，我们要奋起反抗！堵枪了，快，堵枪了！他交给你了。哎，好。来，上。小心。下车！下车！你受伤了。韶华，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你们楚经理呢？去春江花月了。啊。老高，哎，人都在啊。哦，人都在。老李，哎，文老板，外部的兄弟回来了吗？都回来了，只差一个张灵义，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文老板，白小姐打来电话问楚小姐回药房没有？楚小姐不是去安娜吗？她说楚小姐后来又去南京路了。啊？对。哎，局势没明朗之前，谁都不能离开店里啊。好的，文老板。文老板，南京路去不得啊，他们都开枪了。文老板，危险啊！
被枪杀的同胞太惨。是要来一场暴风雨了。苟非有满意之交涉结果，誓不开市。卖报卖报，看公共租界罢市至第3日。卖报卖报，看公共租界罢市至第5日。卖报卖报，看公共租界罢市至第7日。截至6月呢，我们跟菊锦堂的捐款已经是大洋8809，小洋有8115，铜钱98301。其实商界虽然开市呢，但是筹集巨款，还有援助罢工工人，这些都一如从前的。现在各行都已经开始营业了，我们也应该着手我们那个分店的计划了啊。我这几天去看了几个地方，去看了那个南京路，还有吴淞路延安东路。我觉得这些点呢，如果我们有新的想法，老板，这已经下班了，你既然想请我吃饭的话，咱们能不能不聊工作？我请你吃饭就是为了谈工作。不谈工作，你请我吃饭。好呀。不跟我讨价还价。行。哎，还是那个抠门爱钱的楚少华好。一心拼事业，无情无欲。你现在这样，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工作交给你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老板，这世界上呢有很多东西都比金钱珍贵了。哎，别跟我说是爱情。爱情是其中之一。你真的被那个夏二少给迷昏头了？别提了，我都很久都没有见到他。我以为你们俩打得火热、干柴烈火的，怎么了？他太忙了，自从南京路那一别。我就很久没有见到他了，那1个多月前了。忙什么？具体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想见你吧？人家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是吗？哎，这么久没见面，不影响你们的感情啊？不会啊。这么肯定？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他呢，就算很多年没见。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但是，一旦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切都没有改变。哎，你有事啊？还是聊我的事比较无聊？也不是无聊，就是有点肉麻。哎，你知道，从坐到这儿到现在，你已经看了3次表了吗？你肯定有事，是不是有约会？谁呀？是女生吗？漂不漂亮？比你漂亮。你们认识多久了？刚认识没多久。看你闪闪躲躲的样子，动心了？哎，许你热恋，不许我动心啊？没有，我替你高兴。我时间差不多了，先走了啊。好吧，你去忙吧。哎，祝你们感情顺利啊！祝你们早日见面啊！行。约会还叫我吃饭，还点这么多菜，还我买单。